我们经常会看到，古代异姓兄弟结义时的誓词往往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而我们的老流氓刘邦就有一位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发小卢绾，两人堪称异父异母的亲兄弟。作为汉朝开国武将之首，卢绾的名声显然被低估了。熟悉《史记》的朋友都知道，司马迁是个非常阴贼的人，善于把令人后背发凉的历史细节隐藏在看似平淡的叙事中，一字一句都大有深意。既然如此，太史公为何有意冷落卢绾这个人，让他的名声淹没在历史之中呢？卢绾是刘邦的发小，刘卢两家同住在中阳里，关系非常亲密。更巧的是，他们在同年同月同日各生下一个男孩，分别起名叫刘邦和卢绾。刘卢两家的父辈关系这么好，这两个小孩自然从小就是玩伴，加上生日的巧合，更让他们产生一种特别坚固的亲密友谊。男孩子的友谊通常是一人犯错，两人挨揍，只不过刘邦犯的错有些大，不得不暂时逃离乡里。史书没有记载他具体做了什么，也许是和夏侯婴开玩笑时误伤对方，被人趁机整治的那一次。卢绾的选择是跟随刘邦一起逃，同时又帮他出入丰邑，协调各方，终于保护刘邦平安过关。同天出生的发小，共同成长的同学，长大后为刘邦出生入死，使得卢绾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大部分亲兄弟。等刘邦起兵后，卢绾毫无疑问选择跟随，成为他麾下的主要干将之一，也是刘邦最信任的人。司马迁这么描写了卢绾所受到的信任：萧何、曹参等刘邦心腹，刘邦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而礼遇他们。只有对卢绾，刘邦是发自内心的信任，卢绾甚至可以自由出入刘邦的卧室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卢绾在刘邦心中的地位大约等于曹操的夏侯惇。接下来，卢绾一直待在刘邦身边，参与了刘邦指挥的一系列对秦帝国的作战，最终攻破武关，占领咸阳。史书对卢绾的具体事迹记载少到几乎没有，我们只能推测出卢绾一直以一名将领的身份，常年活跃在刘邦左右。不久，刘邦东出定三秦，讨伐项羽，再度出现在史书中的卢绾，直接获得了汉国三公之一的太尉身份。汉承秦制，太尉是秦帝国的最高军职，汉帝国的第一任太尉便是卢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刘邦在汉中曾和韩信有过一番交流，并在此后任命他为太尉，但这个太尉并非汉国太尉，而是韩国太尉。这里的韩信也不是多多益善的那位淮阴侯，而是韩国王族韩信。当时韩王城正在项羽的扣押之下，所以刘邦无法直接封韩信为韩王，便封他为韩太尉，这就造成了部分读史者的混淆。当楚汉两军在洛阳附近对峙时，韩王信依靠自己韩国王族的身份，在韩国故地颍川附近活跃牵制楚军，卢绾的功劳更大，断绝了项羽的粮道。正因为如此，太史公才给他们立传。当时楚汉两军主力在荥阳、成皋一带长期对峙，最终汉军抵挡不住，荥阳失陷，周柯、韩王信等人都被楚军生擒。无奈的刘邦暂时渡过黄河，在修武和刚攻占了赵国的张耳、韩信举行了一次会晤，双方重新划定了作战区域。刘邦则带走了一部分给线汉军支援吃紧的前线。得到生力军之后，刘邦一方面继续在成皋附近和楚军高沟深垒打持久战，另一边则让卢绾和自己的族弟刘贾带领2万步兵、数百骑兵借道赵境，从白马津向东挺进，支援在楚军后方活跃的彭越。这次深入敌后的大胆作战是汉国太尉卢绾首次领衔军事行动。彭越一直积极反对项羽，可惜实力不济。为了真正破坏楚军后勤线，刘邦才派出身份足够高、政治坚定足够可靠的卢绾领衔，与刘贾一起指挥这次敌后作战。对接下来的战事，史书把大部分功劳都归到彭越名下，把卢绾、刘贾的作战说成是辅助。然而仔细看这次战事的经过，会发现虽然两军是联合作战，但之前和楚军对峙使其疲惫不堪、露出破绽的，恰恰是卢绾、刘贾领导的汉军。汉军这次敌后行动对楚军危害太大，前线楚军面临断粮，项羽不得不亲率精锐回师解困。虽然赶跑了卢绾、彭越，收复了这些城池，仍然无法歼灭他们。更要命的是，在项羽离开期间，刘邦带着主力在成皋附近大破留守的楚军，
楚军的几位主帅曹咎、司马欣败死，大大改变了楚汉正面战场的平衡。近3年的时间内，卢绾作为汉国名义上的总司令，也就是太尉，先是活跃于后方骚扰项羽的后勤线，迫使他回师为刘邦在正面歼灭曹咎等部楚军主力创造了条件，随后很可能领衔占领了淮南等地区，再往后又领衔平定了临江国，跟着刘邦本人讨平了燕国。这样一个履历，无论从什么角度都十分亮眼。然而太史公司马迁出于某种原因隐去这些事迹，把卢绾的功劳分给他底下的副手们，让卢绾成为一个在史书中籍籍无名的存在。出于何种原因呢？我们接下去会说。如果你只读司马迁的史记，会觉得卢绾是靠裙带关系成为汉朝首个太尉的，他受到重用完全是因为和刘邦关系特别铁。所以说暴君的屠刀哪比得上史官的一支毛笔，前者只能要你的命，后者能把你的存在完全抹去。卢绾靠裙带关系这种观点无疑是片面的，毕竟刘邦不养废物，长安不养闲人，哪怕是刘邦的亲哥哥刘仲，由于作战表现很差就被废除了王爵，何况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卢绾呢？虽然卢绾不能和韩信的神奇战绩相提并论，却和刘邦一样有足以战胜同时代大部分名将的军事才能，通过赫赫战功证明了自己对得起刘邦的任命。刘邦称帝后封赏功臣时，许多功臣为了排座次争执不休，但就是这么一群出生入死多年，堪称桀骜不驯的骄兵悍将，在平定燕王臧荼后，却异口同声地说：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，功最多，可王焉。太史公记载中认为，这是因为刘邦和卢绾的关系实在太好了，以至于群臣为了奉承刘邦而睁眼说瞎话，吹捧卢绾让他被封王。但我们必须注意到，这些功臣在觉得刘邦封赏不公时都敢大吵大闹，何况是卢绾？毫无疑问，正是因为卢绾在之前战事中的卓越表现获得了群臣认可，才会几乎是全体要求刘邦封他为燕王，甚至用了功最多这个词。何况卢绾在楚汉战争初期便已经是汉军最高武官了，又有着长安侯的爵位，在楚汉战争立下了这么多功劳后，封他为诸侯王是顺理成章的。到这里，刘邦和卢绾的缘分和情谊堪称一段佳话。卢绾封王时，刘邦已经开始削除对自己有威胁的异姓王，用自己族人代替，说明刘邦完全把卢绾当成自家人，给了皇族成员的待遇。随后的6年里，有许多异姓诸侯王因为各种原因死于非命，但汉帝国所有诸侯王里，刘邦最信任、最后代的却是同为异姓诸侯的卢绾。为此，惜字如金的太史公甚至留下了诸侯王德性莫如燕王的记载。然而，童话可以在公主王子幸福生活在一起后戛然结尾，现实却不是这样。时移世易，2大因素逐渐侵蚀着卢绾的内心。首先，刘邦有条不紊地清理其他异姓诸侯王，楚王韩信早已被废，和他相邻的赵国国王张敖作为刘邦女婿，也因手下谋刺刘邦被废。和卢绾一起在敌后作战过的彭越，因为配合刘邦北境作战不积极被废，后来更是死于吕后的手段。淮南的英布则干脆直接造了反，北境汉军统帅陈豨同样在猜忌和压力之下反叛了。就算卢绾对刘邦足够信任，在出征英布之前就已经重病的刘邦万一不在了，心狠手辣的吕后直接借刘邦的名义想杀他，也是防不胜防。第二，卢绾现在虽然是一方诸侯，却夹在汉朝和新兴的匈奴之间。燕国作为边境上左右为难的小国，站在燕国的立场上，希望制定更灵活的对匈奴政策。可长安朝廷显然更希望把燕国作为防御匈奴的棋子和炮灰。这2个分歧最终让刘邦和卢绾这2位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异父异母兄弟之间产生了猜疑。当时刘邦征伐英布归来，本来就重病在身的他，又在战事中受伤，自绝命不久矣，确实无力对千里之外燕国发生的具体情况细细研究了。刘邦派去燕国的使节发现了卢绾和匈奴有私下联系，加上卢绾畏惧吕后，不敢亲自来长安自我辩解，最终刘邦感慨道：连卢绾都反我了吗？下令樊哙带兵进攻燕国。实际上，卢绾从未真的想造反，他在刘邦要他入京时曾对亲信说，族灭韩信和彭越的事情都是吕后干的，现在皇帝病成这样，实际掌权的多半是吕后，所以我只能称病不去。此次领衔讨伐卢绾的是吕后的妹夫樊哙。
随后更是发生了诡异的一幕，奄奄一息的刘邦又下了一道诏令，让陈廷和周勃前去诛杀樊哙。不久之后，刘邦病逝了，这道命令也不可能再执行。卢绾最终带领几千亲信跑到长城附近，想等着刘邦病情好转后亲自入京，当面向刘邦解释清楚。遗憾的是，他听到的只有生平最亲密好友的死讯。随着刘邦驾崩，卢绾被迫率领手下几千人逃入匈奴境内，被匈奴人封为东胡卢王。不久，卢绾在郁郁寡欢中病死。卢绾和刘邦名为君臣，视同兄弟，甚至在两人都到达权力之巅时，互相之间仍然保持了这种情谊。最终，在遥远的距离和人心的多变下，双方一度反目。在刘邦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还是选择了相信卢绾，卢绾也坚信两人的情谊，等待着与刘邦和解的机会。然而，双方终究没能当面冰释前嫌，相继病逝，到死都没有机会见到对方。刘邦既然死了，自然没人可以为卢绾平反，他就这样成了一个叛臣，所有能力和功绩都被史书隐秘地抹去，不留痕迹，以至于后世很多人把他视为完全凭借和刘邦私交崛起的关系户，忘记了他在汉帝国建立过程中立下的赫赫功勋。